见证历史的一刻来了！5月13日傍晚，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阳光渐换，特朗普的专机平稳降落，舱门打开的瞬间，全场目光聚焦。作为时隔9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他的到来备受关注，而最让人倍感自豪的，莫过于现场庄严肃穆的欢迎仪式，以及无处不在的中国式安保，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大国的底气与担当。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根据中国新闻网现场报道，特朗普专机落地后，三军仪仗队早已整齐列队，身姿挺拔，精神抖擞，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划一，目光坚定而庄重，用最隆重的礼仪迎接这位美国客人的到来。而除了震撼人心的欢迎仪式，更让世界看到的是中国式安保的周全与专业。作为全球公认的安保标杆，此次为保障特朗普访华，中方的安保部署细致到了每个角落，从机场到酒店，从道路到景点，构建起了一套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防护网，用无声的守护诠释着大国的责任与实力。此次特朗普的行程主要集中在北京核心区域，涉及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周边、外交办公区等重点路段。道路安保作为重中之重，提前数日就启动了分级安保管控，实行分段管控、无缝衔接的模式，这也是中方保障外国元首访华的常规成熟举措。经过了无数次重大活动的检验，从未出现过任何纰漏。按照中方保障外国元首访华的安保惯例，核心线路实行精细化值守，重点路口、桥梁、隧道均采取24小时双人值守模式，配备高清监控摄像头、智能安检设备，实现无死角覆盖，确保每一个隐患都能被及时排查。同时，对核心线路周边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进行分级管控，划定临时进行区域，安排警车开道、压阵，全程保障特朗普车队通行顺畅，不受任何干扰。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道路安保采用了智能防控加人工值守的双重模式，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前排查核心线路周边的安全隐患，对可疑人员、可疑车辆进行提前管控，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长安街作为北京核心路段，常态化部署专业安保力量及巡逻装备，长期保障各类重大活动及外国元首通行安全，其防控的严谨程度远超特朗普自带的安保水平，这也是中方长期安保经验的沉淀与体现。再看酒店安保，特朗普此次下榻的酒店作为核心安保区域，防控等级直接拉满，酒店外围设置了多重防护线。第一道为外界警卫线，安排安保人员24小时不间断巡逻。第二道为安检区，配备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所有进入酒店的人员、物品都要经过严格安检，确保万无一失。第三道为核心防护区，仅允许经过严格审核的人员进入。特朗普下榻的核心楼层实行24小时无间断值守，全方位守护安全。除此之外，酒店周边的监控系统也得到了全面升级，实现360度无死角覆盖。监控画面实时传输至安保指挥中心，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可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时，酒店周边道路实行临时管控，禁止无关车辆、人员靠近，安排警车在周边巡逻值守，形成全方位的安保闭环。这种贴合中国环境、高效严谨的安保模式，远比特朗普自带的安保团队更周全、更靠谱。如果特朗普此次访华有游览旅游景点的安排，中国式景点安保只会让他更放心。我们以故宫为例，若特朗普前往游览，将严格遵循故宫外宾接待惯例，所有外宾均需在午门外下车步行进入，禁止车辆穿行开放区。故宫常态化安检已实现6机12门配置，淡季配备64名安检人员，旺季增至96名。若接待外宾，还会根据实际防控需求，进一步优化安保部署，划分专属游览路线，设置警戒区域，配备智能安检设备，对进入景点的人员、物品进行严格安检。中国的景点安保经验也非常丰富，曾多次保障奥巴马、奥朗德等外国元首的游览活动，从未出现过任何安全问题。
这份专业与靠谱是特朗普自带的安保团队无法比拟的。无论是道路、酒店还是旅游景点，中国式安保都做到了严丝合缝、细致入微，用实力证明中国不仅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更是能为外国元首提供最可靠安保保障的国家。这次特朗普访华，除了随行的企业高管外，一众官员中有2个人特别有意思。第一个就是身背2道中国制裁令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竟然换了个名字，就顺利跟着特朗普踏进了北京。这事儿要是放在1年多前，简直是天方夜谭。毕竟这位古巴裔老兄曾经是国会出了名的反华旗手，写起制裁中国的法案来手都不抖，更是被中国列入黑名单，身背2道制裁令。按理说他连中国领空的云彩都别想碰，可神奇的是，这次他不仅顺利抵达北京，还得到了全套的外交礼遇。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他玩了一手让人哭笑不得的文字游戏——改名。在此次访华的所有信函和报道里，那个被制裁的卢比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单的单字陆。说白了，他的逻辑很简单，既然卢比奥在制裁名单上，那我就取姓氏的第一个音节，造个新名字陆。这样一来，中国电脑系统里的制裁名单就对不上了，外交官员沟通起来也顺理成章。不得不说，这步操作确实够机灵，既给中方递了台阶，也让特朗普能带着完整的团队谈生意。中方没有撤销制裁，保住了面子，特朗普带齐了人马，有了里子，只要大家心照不宣装糊涂，一切就都顺理成章。更有意思的是，这位曾经的反华硬骨头，跟着特朗普混了几个月后，彻底学会了生意人的精髓。以前他嘴里全是人权立场，动辄就叫嚣着制裁中国，可现在他开口闭口都是大飞机订单、大豆采购和半导体配额。头号任务不是来北京吵架，而是帮特朗普把生意谈成，前后反差之大，让人简直跟不上节奏。去年卢比奥还特意跟台湾方面打过招呼，意思很直白，特朗普是个生意人，咱们得务实，别老拿那些虚的去试探红线。而中方这次愿意开后门，其实也是看准了特朗普的脾气，他最讲究面子和效率，要是不让他的国务卿落地，这趟访华基本就谈崩了。第二个则是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竟然跟着特朗普一起乘坐空军1号抵京，成了总统的贴身随从。你没听错，这种场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只出现过一次。据南华早报翻出的外交记录显示，赫格塞斯成为自1972年尼克松破冰之旅以来第一位跟着现任总统一起踏进北京城的美国国防部长。整整53年，从尼克松到拜登，中间隔了10几任总统，10几位国防部长，没有任何一位五角大楼的掌门人是在总统访华时随行的，这是中美军事关系里一个心照不宣的惯例。可能有人不懂，为什么国防部长不能跟着总统一起访华？因为在美国的外交序列里，国防部长从来不是陪访的角色，历任美国国防部长访华都是单独安排、单独成行。毕竟防长对话讲的是专业、对等、冷静，不需要总统在旁边坐镇，这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规矩，却被特朗普彻底打破了。小编觉得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实则暗藏深意。中美军事关系的温度计，从来不只看双方说了什么，更看双方怎么安排见面。防长单独访华谈的是机制危机管控，避免误判；而防长随总统访华谈的是战略方略、顶层博弈，把军事问题放到最高层对话的桌面上，和关税、供应链、气候变化摆在同一个优先级。当然，硬币的另一面是，这种打破惯例的做法本身也说明中美军事沟通的常规渠道走得不够顺了。正是因为过去几年中美军事沟通机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卡顿，才需要总统亲自带着防长上门。说白了，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访问，更像一次带刀护卫式的出访。说真的，这2位随行官员的操作，一个改名避制裁，一个打破惯例当随从，连起来看简直笑不活了。特朗普这趟访华不仅自带安保闹了个多此一举的笑话，随行官员还贡献了2大名场面，也从侧面反映出现在的美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可以随意拿捏别人的国家，为了谈生意只能放下身段，连规矩都能打破，连名字都能改掉。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